我死之前，老公的白月光回国了，他纵容他住进我们的婚房，纵容他卖掉我们一起养的金毛。我崩溃到精神抑郁，整夜失眠。我陪他从低谷到高峰，他说不及我一场盛大的婚礼，后来却把盛世婚礼连同我亲手设计的戒指给了旁人。孟婉婉害我流产，我崩溃地和他撕扯在一起，他却给了我一巴掌，厌恶地说：“你能不能别发疯了？婉婉又不是故意的。”我没告诉他，孩子是我最后的希望，我已经没多少日子可以活了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和陆实初结婚第2年，孟婉婉回国了。孟婉婉是陆实初的初恋，也是他的白月光。他们原本相爱，可因为家事问题不得不分开。现在孟婉婉回国了，陆实初加班的日子也多了起来。知道他们2个过去的人都在讨论，他到底什么时候和我离婚，什么时候迎娶他真正的新娘。我把背后嚼舌根的几个人从陆实初手机里拉黑了。第2天，他就来找我兴师问罪了。那几个人原来是他和孟婉婉最要好的兄弟。孟婉婉挽着他的胳膊，委屈的样子竟然和年轻时的我看上去如同一人。姐姐，是我不该回来，我没想到共同好友也会让你介怀。他语气委屈，嘴角却挂着下不去的笑容。实初说，姐姐和我很像，我以为说的是性格，没想到原来是长得像。姐姐怎么这样小气？我突然想到新婚之夜，我和陆实初的第1次欢爱，他让我低着头承受他的攻势。小晴，我最喜欢你这副要哭不哭的可怜样子了。他从没说过喜欢我，却不止1次说过喜欢我委屈巴巴的模样。委屈巴巴的我少了几分锋利，更像他的婉婉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实初喜欢长发女孩，你这样狗啃式的短发丑死了。你和实初在一起那么多年，难道不知道他喜欢清纯点的小女孩？你画成这副鬼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出去卖呢。孟婉婉长得清纯，话里却满是恶意。我的短发是陆实初剪的，因为孟婉婉刚回国那天，我不准她去接机，她喝了酒发了疯。你凭什么留长发？东施效颦，很丑，但是寸头也省了我很大的功夫。至少我因病脱发到现在，她也没发现。至于烟熏妆，不是因为我面色苍白的像个鬼，而是因为我快死了，也化不了几次妆了。就大胆一点吧，去他的狗屁世界，谁要别人喜欢，我自己喜欢就好。我讨厌孟婉婉顶着和我那样像的脸，矫揉造作，说着恶毒的话，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抬起了手。啪！孟婉婉捂着红肿的脸，一脸不可置信。她大概以为在陆实初面前我会装一下，我会忍下去，不敢对她动手。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安城小霸王，我从小就肆意妄为惯了，能动手的绝不动口，敢爱敢恨，总是行侠仗义，爱做英雄。我爸是安城的首富，我哥是全国排名前3的高科技公司新贵，我妹是眼光最毒辣的投资者。我们家就我没出息，从小喜欢逞英雄，就这个就那个。就摔倒的大爷被他家里人额上赔了50万，就快要被小混混强暴的女孩被骂成校园霸凌的不良少女，就快要饿死的流浪猫被怀疑投毒。反正我从小行侠仗义，谢谢没收到多少，倒是给我爸败了不少家产。后来更是为了救陆实初和家里决裂，从此不敢回安城。我打完孟婉婉，又委屈巴巴地把手伸到陆实初面前，老公，红了，吹吹。陆实初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毫不犹豫地打掉了我的手。这下
我的手心手背都红了。我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？陆时初，你偏心！我的声音哽咽，陆时初却满是厌烦。林晴，你怎么这么小家子气了？我的什么你都要管，现在连我的朋友你都要插手吗？你能不能别总是动不动就打人？你以为你还是以前的大小姐吗？婉婉不跟你一样，从小叛逆到大，她受了委屈只知道忍着。我就是偏心她，怎么了？她才不管孟婉婉骂我骂得多难听，她只看到她的婉婉在我这吃瘪了，我让她不开心了，所以曾经说希望我管她一辈子，曾经说喜欢我能动手别吵吵性子的男人，终于还是变了。他知道刀子往哪里插，我最痛，所以牵着孟婉婉离开前还要说上一句：我要是你家人，你离家出走，我巴不得你一辈子不回来。手背还在隐隐作痛，陆时初打掉我的手时用的力气远远比我扇孟婉婉时要大。我忍住即将喷涌而出的眼泪，将包里还没有来得及拿出的怀孕报告团了团，扔进了垃圾桶。陆时初说到做到，他说偏心孟婉婉，就真的偏心的彻底。我攒钱想买很久的孤品手镯，他偷偷买下，说给我做生日礼物，后来却戴在了孟婉婉手上。我们装修了很久的新房，他说装成我喜欢的样子，后来却带着孟婉婉住了进去，甚至在我和他选了好久的床上缠绵。不论他给了孟婉婉什么，我都知道，不是因为我监视他，而是因为孟婉婉每次都会用他的手机告诉我，挑衅我，很幼稚，但也的确很伤人。我想要的，他不管孟婉婉想不想要，都给了他。我努力追求的，他都要抢走，一点不给我留下。我什么都没有抢过孟婉婉，除了乐乐。乐乐是我和陆时初曾经领养的小金毛，他会撒娇，会哄我开心，是全天下最可爱的小狗了。其实最开始陆时初也想把乐乐带走，送给孟婉婉，可是孟婉婉狗毛过敏，而且乐乐也不喜欢它，总是对它凶。我的好乐乐都知道爱屋及乌，替我谋不平。我的老公却连同旁人一起贬低我，伤害我。陆时初连狗都不如，我不想喜欢他了。孟婉婉回国1个月，把陆时初的心都勾走了。当初的出租房里只剩下我一人，而陆时初早就搬到了新房子里。他口口声声说为我准备的新房，最终却迎了别的女主人进去，而我这个他法律上的老婆却连钥匙都没有。我本是想着离婚，医生说我总共也就1年左右的活头，可我想着既然有了身孕，我又和家里断了联系，要是离开了，孩子怎么办？这是我这辈子第1次做妈妈，也注定是最后一次做妈妈。我不想放手，所以我忍了，人生第1次忍了。陆时初终于回家那天，我和乐乐在沙发上躺着午休。这些天我整夜的失眠，也就只有中午能休息一小会了。看到我，陆时初满眼厌恶，到处造谣婉婉，自己却吃得和猪一样，恶不恶心？我低头看了看微微显怀的肚子和因为疾病与身孕而浮肿的四肢，第1次没有和他吵起来。要是以前，我是听不得他说我半分不好，可是现在，说实话，连我都嫌弃自己。我没有造谣，事实大家都会看。我的话没说完，陆时初就摔门而出。他回来干什么呢？就为了羞辱我一下吗？眼泪砸在手上，我突然有些不想活了。可是手上黏糊糊的触感又救了我，是乐乐，他仿佛能理解我的伤心，喉咙里呜呜叫着，舔去我的眼泪。真好，还好我还有你。我的脚肿得越发厉害了，有些站不稳了。这天我胃痛得厉害，急着去拿药，结果一站起来就摔了下去，不省人事。再睁眼
是在医院里。我胃癌的主治医生林白景坐在床边，他穿的私服，一身皮衣，脖子上挂着复杂的骷髅头项链，右耳是夸张的吉他耳钉。真好，我好像又回到了没有离家出走的时候。那时候我也喜欢像他这样打扮，那时候我也喜欢玩摇滚。谢谢你啊，又被你救了，这下我可欠你2条命了。这不算，救你的不是我，是你家那个聪明的金毛，我只是恰好路过。林白景笑着，露出一口大白牙。原来是乐乐见我晕过去，急得团团转，见怎么舔我都不醒，就自己扒开门出去喊人了。而林白景又恰巧路过，就把我送来了医院。可他没说，他抱起我的时候，替我难过的快要哭出来。我身体浮肿变形，体重却轻得惊人。我的乐乐真好，这下我也欠他2条命了。你不知道啊，我见到你的时候吓坏了，结果抱起你来才感到有点好笑。也不知道你家小金毛舔了你多久，脸上都湿哒哒的，全是口水。林白景绘声绘色地讲着，一下子就把我逗笑了。我的乐乐就是个乖孩子，我晕倒肯定把他紧张坏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没事，小狗也没事。医院不让他进，我就把他先送回家了。谢谢你，林医生。你有什么我能帮到的忙吗？我想报答你。林白景笑了笑，干嘛这么着急？以后再报答我也来得及。我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。越早报答越好，我没有以后了。我住了3天院，都是林医生帮我喂乐了。最后1天的时候，林医生正好有台手术，而我也刚好快出院了，就让他不要担心。我要提前出院回家看乐了。几天不见，不知道我家乐乐得有多想我。可我到家后心却沉了下去。乐乐不见了，他的饭盆旁还有打翻的狗粮。林医生喂的狗粮是最好的那种，连我也没有舍得给乐乐买几次。他真的用了心的，把乐乐喂得很好。可是现在一片狼藉，乐乐，乐乐。我找遍家里每一个角落，无果。然而当我崩溃地跌坐在狗盆旁，却注意到撒了满地的狗粮下埋着东西，是一个摔碎的镯子。当初我心心念念了很久，却被陆时初送给孟婉婉的镯子，我终于有了头绪。可是给他打电话，他不接。我拾起地上镯子的碎片，就往为我准备的新房里赶去。我的什么他都可以拿去送给孟婉婉，包括他自己，我都不在乎。可是乐乐不行，乐乐是我的英雄，是我的宝贝，谁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。我疯狂敲了大概5、6分钟的门，终于开了，是孟婉婉开的门。她一脸红晕，赤着脚，身上的蕾丝睡衣也十分不整。傻子也知道他们刚刚在做什么，可我不关心，我只想要回我的乐了。我推开他就往屋里去。陆时初看到我有些欣喜，小晴，你怎么来了？上次是我话说重了，我还是爱你。他难得殷勤，我却觉得分外恶心。他以为他是个什么东西，身上还残留着和别的女人激烈后的吻痕，就又来向我告白，恶不恶心？乐乐呢？我的声音冷漠。什么？陆时初一下子冷了下来，有些不可置信。我问你，你把乐乐带哪里去了？没有证据就不要污蔑好吗？大姐，孟婉婉跟过来插嘴，污蔑？那这是什么？你们把乐乐带到哪里去了？我拿出那个摔碎的镯子，孟婉婉看到后直接来抢，我不给她，死死地攥住，直到手心都渗出血来。够了，林晴，你怎么这么冷血？我1个月没回家，你都不肯过问一句。一条狗我们上午刚带走，下午你就来兴师问罪了，我还不如一个畜生重要。陆时初神色激动，语气里除了质问，竟然还有委屈。他委屈什么？他也配委屈？乐乐不是畜生，
当初你也说过的，他是我们的家人。现在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比不过他，我就是偏心乐乐。偏心，就像他当初和我说的一样，这个词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他。他只是个畜生，咬了婉婉，他就该死。你不是在乎他吗？我告诉你，他说不定现在就已经进了别人的肚子里。陆时初突然像是被点燃的鞭炮，一下子炸了起来。我一下子从头凉到脚，再也忍不住，哭着扑过去，疯狂地抓挠陆时初。疯子！他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一个响亮的巴掌，打得我耳朵嗡嗡作响，头晕目眩。可他也没好到哪里去，脸上被我挠得满是抓痕。陆时初，乐乐要是死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告诉我，你们把他卖到哪里去了？说。孟婉婉被我吼懵了，下意识的就回答了我。得到答案后，我毫不犹豫地向外狂奔，可我还是晚了。都怪我跑得慢了，都怪我病了，都怪我住院，都怪我逞英雄，非要救陆时初。我找到的时候，乐乐已经死了，我可爱的小金毛只剩下了半只，另一半就像陆时初诅咒的那样，已经早早进了别人的肚子，而剩下的那一半也连毛都没有了。老板，这半只狗我买了，能不能把它的项圈和毛皮一起给我？不行啊，今天就这么一只狗，卖给你我生意不做了。老板，我求你了。许是见我已经哭得泪流满面，老板终于松了口，卖你可以，得加价2000。就这样，我的乐乐又回来了。领养的时候，乐乐是所有小狗里最便宜的。现在乐乐虽然只有半只，却是当初所有小狗里最贵的，也比不上的身价。我就说嘛，我的乐乐就应该是最贵重的宝贝。我抱着血迹未干的半只狗在街上走着，手上都是血，我也分不清是乐乐的血，还是我在陆时初那里划伤的手渗出的血。路人纷纷投来异样的眼光，我却毫不在意。我呀，要给乐乐买最好的房子去了，一个应该安置在有花有草、有山有水地方的房子，一个只有不到1平方米的房子。我沉浸在失去乐乐的悲伤里，谁的消息也没回。陆时初发来解释的小作文我没看，林医生发过来的关心也没回。我好像病了，孩子我也不想留下了。我想和乐乐躺进同一个小房子里，再也不要醒来了。这天，我收拾好了一切，甚至写了特别长的道歉信寄给我的爸爸、哥哥、妹妹。我很不乖，因为妈妈生妹妹难产而死，就讨厌了爸爸和妹妹这么久。小时候，我怪爸爸让妈妈怀孕，怪他不保大人，怪妹妹出生，怪他害死了妈妈。可我现在要当妈妈了，我终于懂了。也许妈妈当年比起自己，更想要妹妹来光临这个世界。我后悔了，虽然已经很晚，可我不想他们内疚。我要告诉他们，我也爱他们，就像我爱妈妈、爱月月一样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拿来之前常吃的安眠药，准备离开。可是瓶子里只有几颗驱虫药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是之前乐乐见我失眠吃药，总是想偷吃，我拗不过他，才把安眠药换成了驱虫药。我顿时泣不成声。我的乐乐走了，还想着救我呢。我要好好的活下去啊，不然怎么对得起乐乐呢？我不打算死了，但我的道歉信还是寄出去了。我开始配合林医生的治疗，我要亲眼看到我的宝宝平安健康的出来。我一定要离婚，可无论我怎么说，陆时初都油盐不进。我送去的离婚协议书无一例外都变成了碎片。我的肚子带得明显了，我不想孩子出生就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个明目张胆养小三的渣男。终于在我不懈的努力下，陆时初答应了，他同意签离婚协议。在他和孟婉婉的婚礼上，
他真的很爱孟婉婉啊。他们的婚礼真的很盛大，而我和他恋爱5年，结婚2年，我陪他走过那么多困苦的时光，也没能等来一场婚礼。小晴，我们就先不办婚礼了好不好？我父母双亡，你又和家里断了关系，没有长辈的婚礼只会让人笑话。他要面子就省去婚礼。他始终不记得我是为了谁与家里断了关系。当初他没有钱，露宿街头，却还是把最后一根火腿肠喂给小猫。我也是有病，也许那天晚风正好，就这样一见钟情，也不顾家人阻拦，宁愿断了关系，也要陪他吃苦，陪他出人头地。是我犯贱，下辈子再也不当英雄了。白眼狼就该烂进泥里，永世不得翻身，而不应该被同情，被救赎。陆时初和孟婉婉的婚礼很盛大，就像当年陆时初承诺给我的那样盛大，就像我无数次给他描绘的那样盛大。他穿着高定的西装，他穿着貌美的婚纱，郎才女貌，台下一片欢呼，我却一脸冷漠。难过吗？也难过吧，毕竟曾经那么爱过。后悔吗？后悔了，后悔为这样一个男人赔上了自己的一切，不值得。陆时初和孟婉婉敬酒敬到我这里。哟，姐姐肚子这么大，这是又怀了谁的种啊？还是说姐姐单纯吃胖的？丑死了！我要是你，我都要一头撞死。孟婉婉的话一如既往恶劣，这次我没删她，太费劲了，删她都脏了我的手。陆时初，你答应我的，签字。我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，拍在桌上，这下所有人都看到了，周围的人一下子沸腾起来。我去，什么意思？新郎还没离婚就又来结婚了，牛啊！无缝衔接。不是，新娘也太厉害了，小三上位啊！有些和他们算不上熟识的宾客开始私语，说是私语，其实所有人都听见了。我承认，我就是故意的。我都这么惨了，凭什么渣男贱女可以好过？我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我就是要让他们2个烂进泥里。我没想到这次孟婉婉不装了，而是一下子把我推倒在地。我下腹一阵疼痛，流出血来，也许是有感觉到孩子可能保不住了吧。我崩溃地和孟婉婉撕扯在一起。孟婉婉手上的钻戒划破了我的脸，那枚钻戒是我亲手设计的，我和陆时初的婚戒。可他第一次从图纸变成实物，却没有戴在我手上，而是戴在了孟婉婉的手上。陆时初让我们停下，却没有人听。最后，他狠狠扇了我一巴掌，厌恶地说：“你能不能别发疯了？婉婉又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”孟婉婉她就差拿一把刀直接捅进我的肚子里，让我流产了。她却说她不是故意的，这就是她的偏心吗？我想和她争吵，想把她狠狠揍一顿，却没有力气了。我发现腹部流下的血已经染湿了我的衣服，而我的鼻子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血流不止。我慌了，用袖子狠狠地擦了擦鼻子，可鲜血怎么也擦不完。我可是安城小霸王，谁也别想看我笑话。我想要爬过去给陆时初一个巴掌，却怎么也动不了了。我真是个废物，我好痛啊！爸爸、哥哥、妹妹，我想你们了。乐乐，带我走吧。昏迷前，我时隔7年再次听到了陆时初撕心裂肺的哭喊声。上次是为了孟婉婉，这次是为了我。可我已经不稀罕了。小晴，你不要吓我，我错了，你醒来啊！陆时初终于知道我病得快死了，他沉默着，空气里是令人窒息的寂静。不治之症，胃癌。你们怎么不等他死了再告诉我呢？他就像是一头疯了的野狗，揪住林医生的领子。呵，你怎么好意思的？他给你打过多少电话？你接过一次吗？你但凡关心他一点，都不会不知道他病了，都不会不知道他怀孕了。林医生的话
就像一把尖刀，划破了陆实初自认为深情的假面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没人比我更爱他了。我只是怕他不爱我，我怕他又去拯救别人。陆实初声音又快又轻，也不知道是在说给谁听，还真是冠冕堂皇啊！说到底还是自私，烂黄瓜一样的男人也配说爱？陆实初，我揪了揪他的衣角，他几乎立刻就跪在了我面前。小晴，我在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了？还是饿了？他满脸紧张和心疼，伸手想要摸我的脸。滚开，别碰我！我轻声开口，没有半丝情绪。你说过的，你偏心孟婉婉，你爱的人是他，就不要假惺惺了。陆实初的背一下子就弯了，他低着头，喉咙里发出悲鸣，一声又一声，又伤又悔，好像是在后悔这段时间对我的所作所为。陆实初，我这辈子做过很多次英雄，但我唯一后悔的就是我天真的想要拯救你。如果能重来，我恨不得你去死。我的狠话说完，陆实初像是回忆起了什么，面色苍白，竟然跑了。像他这样软弱又卑劣的男人，我怎么早没看清呢？是他隐藏得太好，还是爱让我变麻木了呢？3天后，陆实初又出现了，可是这次他找不到我了，因为我爸爸他们来接我了。他们把我转去了全国最好的医院。家人是不会放弃家人的，因为他们相爱。你这孩子还真是倔强，让你不回家，你就真不回来了。我哪次真的忍心把你赶出去过？爸爸眼里含着泪。是，过去我不管怎么逞英雄，到处闯祸，爸爸都给我兜底。可我怎么就因为陆实初一句不想被他看不起，就真的断了来往呢？妹，我以为给他送那么多生意，你们的日子就会好起来，你也少吃点苦。没想到他这么不是个东西。等我回去就撤资。我的哥哥给我擦着腿，愤愤地说：原来我的哥哥也在暗暗帮我，怪不得连价格都算不好的陆实初也能白手起家。姐，对不起，我以前不该和你顶嘴的。你之前多宝贝你那头发，陆实初那个混蛋，我饶不了他。我那从小骄傲的妹妹也跟我低头道歉，泪流不止，心疼地梳着我已经不剩几根的头发。我听着想哭却哭不出来，我的泪几乎流干了，而且因为生病的浮肿，我的眼睛几乎睁不开了。2天后，陆实初又找来了，就跟个狗皮膏药一样，赶也赶不走，骂也骂不走。爸爸的保镖把他扔出去过好几次，他就跟不知道痛一样，鼻青脸肿，还要舔着个脸回来求着要见我一面。我实在受不了他这样，毕竟他影响的不只是我，也有其他的病人。爸，放他进来吧，我单独和他聊一会。你可不能原谅他。几乎是异口同声，我的亲人们都这样说。当然不会了，你们知道的，一样的东西我不会买2个，一个人我也不会爱2次。陆实初一来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虽然我想我现在的样子也好看不到哪去，可他双眼青肿，真的像只癞蛤蟆。我忍不住笑出声来，见我看到他笑了。陆实初跪，爬到我的病床边，开始他自以为深情的告白，挺恶心的，真的恶心的我刚打进去的葡萄糖都要吐出来。小晴，是我不好，我真的爱你，我只是觉得时间太长，我想让你吃醋，想让你更在乎我一点。这蠢货和我在一起这么多年，难道不知道我这人最不爱吃醋了？我爱就是爱，不爱了就是不爱了。和他在一起前，我就说过，犯了错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原谅。但我懒得废话，就听着他在那里演戏，在那里感动自己。小晴，你还记得你以前最爱吃的那家小摊吗？我把它买下来送给你好不好？我听着有些反胃，我真的不爱吃那家小摊，
那油腻腻的味道让我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小姐闻了都想吐，更别说那个摊子的卫生都要烂成大便了。也就是陆时初当时只吃得起那家小摊，不然我这辈子都不会去那种苍蝇光顾的地方吃饭。小晴，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就像一个英雄一样从天而降，对他们说我是你罩的，你要赎走我。陆时初满脸甜蜜，仿佛陷入了美好的回忆，可我却觉得像吞了苍蝇一样恶心。陆时初，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我自己，那天为什么要把你这个不知感恩的狗东西从深渊里拉出来？还有，我们第一次见面不是在酒吧，是在桥边，你把最后一根火腿肠给了流浪猫。当初把你从河里捞出来的人不是警察，是我。陆时初的脸一下子变得没有血色，他的嘴唇抖动着，不可能的，你到现在都不信我，还说什么爱我？我闭上眼，再也不想看到他那张令我厌烦的脸。陆时初开始每天都来，任由我的爸爸他们三人怎样的讽刺挖苦，他都和没听到一样。他每天都来我床边跪着，给我讲一些老掉牙的小故事，什么癌症病人心存希望，一夜之间癌细胞消失了的神奇故事。呵，信这个还不如信我是美国总统。我要是真好起来，我宁愿相信是误诊了，但我没有阻止他。我能感觉到我命不久矣了，既然他想这么耗着，公司也不要了，那他就耗着吧。我要让他笑不尽兴，哭不痛快，我要让他身上痛，心里痛，让他痛不欲生，跌进深渊，永远爬不出来。我死了，他也别想快活。我告诉陆时初说，我想要当初那个孤品镯子，他找得到，我就原谅他一半。他眼睛亮了，连忙保证一定会找到的。我却觉得好笑，怎么可能找得到呢？那碎片我扔到哪里来着？好像是扔到他和孟婉婉婚房的垃圾桶里了吧？我记得当时垃圾桶里还有用完的安全套来着。1个多月了，他怎么可能找得到？果然，等他再出现的时候，双眼乌青，胡子拉碴地跪在我床边，递给我一个看上去昂贵却和我想要的没有半分像的镯子。小晴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找不到了，这个是当季新品，你要不戴戴看看？我想你会喜欢的。他小心翼翼的，眼睛里满是恳求，我却用尽全身力气拿起镯子，把它扔到陆时初额角，他的额角立刻就破了。我看到他疼得弓起了背，却一句抱怨的话也不说。我不要这个，我要是喜欢这个的话，我爸爸可以给我买100个。我自以为说出口的话霸气无比，事实上却因为喉咙肿胀，发出来的声音就像破旧的风箱。陆时初的眼睛一下子就变得红彤彤的，他声音哽咽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晴，是我让你受苦了，你知道就好，赶紧滚。在爸爸他们面前，我越来越像个小孩，每天都想他们给我讲故事，陪着我。可是在陆时初面前，我却越来越喜怒无常，就像一个暴君。我偶尔提到一句往事，陆时初就会像炫耀糖果的小孩一样，把我们曾经的美好一桩一件地摆出来，试图让我回心转意。他给我买了小金鱼，摆在病床旁的桌子上。前一秒我还高高兴兴地同他讲，记得以前和他一起去捞小金鱼，100多愣是1条没捞到，还是老板不好意思了，送给我们2条。陆时初也跟着我笑，是啊，你可喜欢那2只小金鱼了呢？我的笑容淡了下去，抓起桌上的水果向他砸去。最喜欢那2条小金鱼的不是我，是乐乐。他每天都提醒我要喂那2条小金鱼。听到我的话，陆时初的笑僵在了脸上，他的目光祈求着，求我不要再说了。可我不，我就要说。他越不高兴，
我就越开心。可是你把那2条小金鱼送给了孟婉婉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送给她的每一样东西，她都向我炫耀过。用你的手机，还有我的乐乐死了，一半在陌生人的肚子里，一半在坟墓里。陆实初，你那么贱，凭什么死的不是你？难听的话落下，陆实初几乎是落荒而逃，连解释都不敢解释。不对，是连狡辩都不敢狡辩。毕竟事实就在那，我不会原谅他。他也编不出话。又3天，陆实初又来了，他满眼红血丝，拿着一个盒子，激动地说：“小晴，我用了3天3夜，亲手把你设计的婚戒做出来了。”他像个疯子一样跑过来，我也乐意捧场。是啊，真漂亮，还是因为你设计的好看。他笑起来，像个傻子一样。然而，我只是拿出来看了2眼，便把它们扔进了垃圾桶。不错，3分球。小晴，你为什么这样做见我的心意？陆实初面露痛苦。心意？我怎么没看到心意？你不知道我生病浮肿，手指头粗成这样，怎么戴得上原来的尺寸？还有啊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最讨厌和我不喜欢的人用一样的东西了？同一款戒指，你怎么可以送了他，再送给我呢？我没有点名他是谁，可陆实初他心里清楚。还有啊，陆实初，看到我脸上这个疤了吗？就是他那天用钻戒画的。我说完，看着陆实初摇晃的身体，觉得痛快，却又空落落的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还给你。说着，他竟然去垃圾桶里捡出那枚钻戒，狠狠地向自己脸上划去。很长的一道，渗出的血弄脏了他的白衬衫，脏死了！你能不能滚啊？别把血留在我这，恶心死了！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。陆实初的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还是顶着满脸的血离开了。陆实初又来了，这次是7天后。他看上去非常的疲惫，衣服也看得出来是好几天没换过了。小晴，你到底怎样才能原谅我？我看着他，仿佛真的在认真思考。那你完成我2个小小的任务吧，完成后我就原谅你。第一个任务是把你结婚那天的视频传到微博上，然后告诉大家孟婉婉才是小三。小晴，这样不好吧？婉婉她会身败名裂的，婉婉会身败名裂，天大的笑话。她担心的明明是自己吧？那你就不做，我们也没必要和好。我做。陆实初做得很好，不仅发了视频，表明了自己出轨，还写了超长小作文。那就原谅他001好了，毕竟他都身败名裂了。最后一件事，把我的乐乐还我。陆实初几乎崩溃了，他已经死了，我怎么去给你找回来啊？我笑了，笑出了眼泪来。我的乐乐竟然能被这样的傻逼害死，真是令人寒心。你也知道啊，覆水难收，人死不可复生，破镜不能重圆。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我林晴还会吃回头草呢？陆实初借高利贷了，他本来就不会做生意，哥哥撤资后，他的生意弊端立马显现。为了补上亏空，他只好借高利贷了。陆实初来找我，带着离婚协议，他说放我自由，会东山再起，再来接我。我却笑了，签好协议，在他离开前告诉他，你当初开始创业最大的股东是我哥，因为我哭着和我哥说你可怜，他心疼我才投资的。你能走到现在，是因为我即使和他们断了关系，他们也担心我过不好，给你送资源。陆实初，你真以为自己有多厉害？你以为你还能东山再起吗？陆实初瞪大了眼睛，想说什么，却最终没有开口。我终于和陆实初离婚，我呀，干干净净的来，也要干干净净的走。我真的不想自己再和陆实初那样的男人有什么交集了。妹妹告诉我，陆实初破产了，
孟婉婉也因此离他而去了。一时之间，他又回到了原点，只是这次再也没有我这样的傻子不顾一切地拯救他了。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公主怎么可能每次都注意到他这样腐烂的人呢？孟婉婉家里也破产了，她家破产的第2天，陆时初就又来了。他衣衫褴褛，丑死了。他肯定知道是我让哥哥把孟婉婉弄破产的，他是来给他撑腰的。可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告诉他，哪怕我已经说话都困难了，我也要亲口告诉他，我会让他一无所有，失去他所有在乎的一切。孟婉婉破产了，他们家最后一点家产都拿去还债了。孟家所有人挤在地下室里，全靠孟婉婉卖你们新房里的东西还债。你给他买的婚纱、钻戒，他都卖了，一个没留。我们谁也不爱你，他爱你的钱，我连你的钱都不爱了。我恶心你，恨你，都让我感到玷污。陆时初捂住了耳朵，别说了，小晴，求求你别说了。凭什么？我就要说，我就是要让他难受，我就是要在他低谷的时候狠狠踩一脚。小晴，你别生气，我心疼，你没做错，是我和孟婉婉活该。他那样的婊子，你想怎么做都行，只要你开心。恶心，真恶心。当初他信誓旦旦说自己就是偏心孟婉婉，现在又为了讨我欢心，用尽恶劣的词汇来贬低他。贱男人，自私，虚伪，恶心。我背过头去，不想再看到他。在病房外守着的哥哥见状，立刻进来，把陆时初赶了出去。这世界哪有这么多奇迹？绝症就是绝症，有钱也留不下我这一条命，也挺好的。至少我快要见到我的乐乐了。希望笨蛋金毛别生我的气才好。爸爸他们也知道我没几天活头，他们想留住我，却还是尊重我的意见，放弃了手术与化疗。化疗太痛了，最后的几天里，我再也不想那么痛了。爸爸给我买来了我少女时期最想要的电吉他，可是我已经没力气弹了，可我还是喜欢，真的喜欢。哥哥送给我一大把毛绒玩具，不多不少，正好7个。他还记得每年都要送我一个娃娃的约定呢。真是的，我明明都忘了。妹妹给我定做了一顶漂亮的假发，特别杀马特造型的那种，一看就适合我这种摇滚少女戴。可惜我戴不了几天了，我死了，很平静地死去了。离开的时候，我的病床边都是家人们充满爱意的礼物。我的手腕上戴着的是用乐乐项圈改的手环，我已经很幸福了。但如果没有遇见陆时初，我或许会更幸福。可是人生没有如果，我有爱我的家人，已经足够了。我死后，陆时初来找我，却被我爸臭骂一顿，又被我哥打掉了门牙。求求了，让我见小晴最后一面。陆时初不住地磕头，磕的头都青了。可爸爸他们依旧不为所动。做得好，就该这样。你怎么好意思的？做人也能不要脸到这种地步？我怎么没看出你这样狼心狗肺的东西可怜，也值得我姐姐赔上一切去拯救？我的妹妹咬牙切齿，走上前用高跟鞋碾着陆时初的手背。我看到陆时初疼得满头青筋，突然想起那天他打红我的手背时，我好像也很痛来着。不过我已经死了，忘了什么滋味了。陆时初，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都没机会再见到我姐姐了。你也知道她仗义心善，从小到大就爱做英雄，拯救这个拯救那个，救了你这么个傻逼，她也不改，死了还要当英雄。哇呀，我的妹妹怎么哭了？她从小到大我都没见她哭得这么伤心，真是心疼死我了。早知道器官捐赠协议就不让他签了，应该让我哥签的。陆时初，我姐把所有器官都捐了，你这辈子也找不到她了，你这辈子也得不到原谅。陆时初，是你杀了我姐，
是你一点一点夺走他想要的一切，你就是个灾星。是你当初为了爱情要死要活，害死父母，现在也是你蠢笨如猪，害死了我姐。不，我做了什么啊？我的小情啊，都怪我！陆实初嚎啕着，撕心裂肺，听上去很伤心，可我很爽，我放心了，我要去陪我的乐乐了。我的小狗最黏我了，这么久它肯定想死我了。至于陆实初，即使不甘和悔恨要不了他的命，我的家人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。我死后，当初被我拯救过的很多人都出来为我哀悼，也有当年我在混混手下救出的那个少女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她现在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。她满面风霜，抱着孩子跪在我的墓碑前，忏悔着：“对不起，是我懦弱，寒了你的心，我真不是个东西。没关系的，我能理解，我只能救他那一次。可他害怕自己说出真相，会遭遇无穷无尽的霸凌，我都理解。没关系的，哪怕再来一次，在那个巷子里，我还是会救的。只是我不会原谅他，我不会原谅狠狠伤害过我的任何一个人。英雄不是活该被人污蔑，活该赔上一切，活该得不到报答的。救人者不该寒心。陆实初也死了，他同死孟婉婉后跳河了，还是曾经那条河，只是再也没有和我一样傻的人跳下去救他了。黄泉路上，我只希望我和我的乐乐别遇到他，太恶心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